年轻的英文老师苏继豪见证了气爆的无常，想着同样的事。那一天呢，下完火车之后，车子就骑到那边有一个小学叫五泉国小，一定会有慈济的店。道地的高雄人赴美学成后回到家乡工作，虽然常想着为社会多做些什么，也早早认识了慈济，但2014年气爆发生，才促使他踏出了这一步。就慢慢骑进去，而且没有灯。然后下来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没关系，我只要看到有蓝天白云，我们就过去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师傅，我可以帮你们什么忙吗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们现在在洗碗盘，因为那个刚刚发完便当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洗碗、洗筷子？”可以。我好像洗到了12点多。从洗碗开始，他也跟着发便当、送热食。我们推着那个车子，我看到师兄姐他不是说，好像就是说，我发给你便当哦，我可是在做好事的哦，你们就要怎样。他没有，他是这样鞠躬下来，然后说，请问一下你们今天要几个便当？还要问，请问一下你要几个便当？我当时我觉得做事情居然可以做到这样子，那我呢，我应该也可以吧？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路就是一个大壕沟。而且又下雨，变成有水的大壕沟这样子，对，所以能够送的绝对都是靠双脚。然后有些师姑师伯，他其实他一看就知道是60、70岁了，他一样是扛着箱子，然后呢推着推车。气爆当晚2个小时后，高雄静思堂的厨房已经动了起来，准备3点半开炉起灶。我们本来今天早上是预计3点半，15个师兄姐过来帮忙煮早餐就可以了。结果呢，将近40、50个人在那里等我们。8点半的时候就跟静思堂这边说我们要便当，他说那你们要多少？我们说大概1000个。他就说好，10点半。左右便当就送到了。李秀川住在灾情最惨重的林雅区，当地志工先是到医院关怀乡亲，一夜奔波后，想到灾区没水没电，赶紧接着送餐。三线全好了，600哦。对，师兄搬便当，赶快！路不成路，各区志工想方设法。就是要在第一时间把便当送到需要的人手中。而除了暖胃，慈济安心关怀也在气爆5天后展开。同样是满目苍夷的街区，志工挨家挨户走访。8月28号启动安心福富足。5年过去，关怀早已落实社区，从户到户，支持没有间断。Hello， 碧霞。嗨，碧霞好。蛋姐。我今天看到你没有？我这个心很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长期的互动早就建立起家人般的情谊。阿嬷目睹气爆的阴影，也有了可以宣泄的窗口。落地嘛，走出去啊，是，就看得一清二楚啊，都是有人躺在地上，有的手在那边挥手说来救我，路拢变形啊，无倒啊，安尼了时我都开始一直惊，就是很害怕。个伊是讲，我先生99年往生嘛，对。儿子102年，那103年气爆，都会在一连串打击，连串打击都真的很大。还好，佛菩萨还有实际，还有正阳上人，我也真的感恩，真的很感恩。安心从来就不是短期的工程，气爆5年过去，
一双双不放弃的手，其实正是支撑受害者走过黑暗的力量。而当生命走过幽暗，许多人也默默地化身为暗夜里照亮他人的一盏微光。